我在给这期想拆取副标题的时候啊，一直想不好怎么取有想过以10年这个时间情怀作为主旨去扩展，也想过就这台手机的某些配置或者工艺特性来作为题但是这些呢，对于承载了小米10周年纪念的小米10至尊纪念版而言呢，总觉得差那么一点感觉直到我再次打开它的包装，注意到了这块银色名牌上的文案它表达了小米对过往的肯定以及定调对未来的追求。追求什么呢？有令人兴奋的黑科技，更有感动人心的性价比。雄关漫漫真如铁，10级而上，一往无前。就这8个字，听好。120赫兹高刷屏，120倍混合变焦，以及首发的120瓦有线充电，这3个明晃晃120呢，汇成了这台小米10至尊纪念版的身份标签。不过相比这些硬件配置的升级这一次让我印象深刻的反倒是它的外观设计。虽然以前小米的数字系列在工艺和用料方面一直挺用心的，一些设计呢也很有科技感，但是呢我个人感觉总觉得以前的旗舰机缺了那么点高级感你要问我高级感具体是指哪些方面我不是专业的设计师，一时呢也答不上来。通俗的说就是这个东西你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不便宜可能会很贵的那种感觉。这次小米10至尊纪念版呢就有这种感觉了尤其是我手里的这台银色纪念版。来，我们给组和小米10 Pro 的对比镜头。我真心建议视频前的观众你甭管我怎么吹去米店亲自的摸一摸真机也只有你看到真机才会明白为什么小米这次一改以往的青春简洁气息，取了这么一个有点中年气质的机型后缀至尊。好了，我们进入节目正题，开拆一起来看看小米10至尊纪念版和 Pro 之间有哪些结构区别第一步，关机后取出卡托。卡托呢在机身底部，双 Nano SIM 设计水平放置，内侧有黑色防尘防水的胶圈。第二步，拆卸后盖。3宝宝结构从后盖入手，在加热垫上用90摄氏度加热3分钟后用吸盘呢在底部吸开一条缝隙，插入拆机片，沿4周划开。底部和顶部呢明显还有额外的粘胶，拆机片分离后即可拆下后盖从后盖内侧也能看到上下各有一块粘胶，后摄开孔4周呢还有一圈泡棉双面胶，起到一定的防尘防水作用后盖主体材质呢其实是玻璃但是小米在后背处呢做了陶瓷覆膜的工艺这样做的好处是解决了陶瓷后盖偏重的弊端同时呢又不失陶瓷后盖温润的手感和质感。第三步，拆卸表面盖板主底部分大体呢是左右式，一如既往的整洁统一，散热膜基本覆盖了发热区域，上方呢为 NFC 天线，中部呢为无线充电线圈。这回搭配自家的55瓦无线座充我们实测了一下，0到100呢充满只要42分钟，差不多呢是50瓦左右功率充电的水平了。这一次的专用无线充电底座做成了比较受欢迎的直立式配色方面呢侧漏至尊风范我们卸下表面的3种共16颗螺丝，先取出上盖板，盖板背面有相应 BTB 和零部件的缓冲泡面，并且呢还集成了一个听筒喇叭的腔体随后呢撕开散热膜，再卸下额外3颗螺丝，分2种规格，取出主板盖板，盖板背面也有全覆盖的 BTB 缓冲泡面。随后呢我们挑开电池和闪光灯组件的 BTB， 取出后摄盖板。这块由金属和玻璃组成的盖板相比小米10 Pro 显得十分大气有质感上面提到的那种高级感大部分呢拜它所赐，尤其是这个120倍的这个金属纹理镜头盖有那么点画龙未经的点到。闪光灯、防闪烁传感器和激光对焦呢被集成在了一个排线上。第四步，拆卸主板。我们先卸下2颗固定后摄 BTB 盖板的螺丝，分2种规格取出金属盖板。2倍人像的 BTB 上方呢还单独放了一块散热硅胶，盖板背面有缓冲泡面。这时候可以挑开另一个电池的 BTB 了。来到下部，挑开2个同轴线接口呢即可取出喇叭 box。
天线小板啊被固定在了背面，扬声器尺寸呢看图，扒完外衣啊就能清晰的看到内部结构排布了。我们先看手机的上半部分啊，后摄因为光学变焦的模组啊很占空间啊，也显得很抢眼，并且呢正因如此啊，主板被设计成了一个异形。这几年看下来啊，手机后摄组件越来越抢主板的风头了。看着这9曲18弯的主板，大家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后摄组件的优先层级啊，主板真是被逼得瑟瑟发抖啊，各种为它让道。这里呢，我们来致敬一下小米的结构工程师啊，同志们辛苦了。电池呢是双电芯结构，接着呢，我们取出左上角的塑料盖板，挑开前摄的 BTB， 前摄被完整的铜箔覆盖啊，2000万像素的前摄还是挖孔设计。再依次挑开潜望、人像、超广角和主摄的 BTB， 卸下2颗固定防滚架的螺丝，从下方取出后摄。四摄连体啊，背面呢被散热铜箔完整覆盖啊，这回的潜望直接干到了120倍变焦，而且重点呢是小米这次采用了索尼的 IMX586来做它的底，所以整个组件的尺寸啊肯定是没办法控制了。实测呢为6.71毫米。而这次的主摄，小米改用了 OV 最新的大底 sensor 啊 ，OV48C。不过这个 sensor 的亮点不仅仅在尺寸上，而是它首次在手机上配备了单反相机里经常听到的双原生 ISO 啊，这可以保证用户在夜间和大光比环境下的拍摄视频的这种品质。看来啊，这一次小米10至尊纪念版没有止步小米10 Pro 的3星1亿像素 sensor。而是继续探索手机影像领域的黑科技啊！我们期待它在正式零售版中的表现啊！最后再提一嘴，这次超广角的表现啊，我建议啊，从事房产中介的朋友，如果条件允许啊，不对，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啊，一定要给自己买台小米10至尊纪念版。为什么呢？看，这就是我那10平小客厅在小米10至尊镜头下的豪气表现啊！好，我们接下来挑开侧键的 BTB。也被铜箔覆盖，再挑开一根同轴线接口，一直延伸到左上方的天线小板。接着呢，挑开最后2个同轴线接口，挑开屏幕 BTB， 从上方取出主板。主板自带2根同轴线连到顶部啊。由于内部空间要优先保证后摄组件，所以主板必然会采用多层叠板设计。不同于小米10 Pro 啊，采用 BTB 连接，这回的至尊纪念版呢是直接焊接在一起了。主板正反都有散热膜和铜箔覆盖，并且在 SOC 和 X55基带处呢，还设有2块额外的导热铜片和硅脂啊。环境光传感器和距离感应器呢，也都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底部 Type-C 口内侧的防尘防水胶圈，当然也是妥妥的。撕开 SOC 区域的铜箔，内侧呢还有大量的散热硅脂，每一个区域啊都覆盖到了。再撕开另一面的散热膜，散热膜下方啊还有一层散热铜箔啊，这用料呢确实挺足的。再用风枪融化叠板之间的连接焊点，分离小板。芯片方面呢，骁龙865不变 ，ROM 升级到了 UFS 3.1。我手里这台12GB 版本的 RAM 呢来自美光，其余芯片参数大家请看图。第5步，拆卸剩余组件，先挑开听筒的触点。集成扬声器，尺寸看图。马达和小米10 Pro 一样，为瘦长型的 X 轴线型马达。电池啊有快拆口设计，很轻松即可拉起电池。生产商呢为宁德新能源啊。双电芯各2250毫安时，一共4500毫安时，搭配包装内附送的120瓦的超快充电头。我们实测呢0到100仅仅只需要25分钟啊。最后呢，我们撕开电池仓贴纸。可以看到啊，电池底部是超薄屏下指纹模组，上方呢设有一大块的均热板。我们接着拆下屏幕，先用80摄氏度加热5分钟后啊，用拆机片呢小心的插入边缘啊，因为边缘的粘胶呢相对会比较窄，更好切入。沿四周小心划开后即可分离屏幕。先取出屏下指纹模组，中框上首先看到的啊是一大块导热石墨，比小米10 Pro 呢大了不少。底部呢有对应屏幕芯片部分的这个散热铜箔，撕开后啊就能看到完整的均热板了。到这里呢，来总结一下整体的散热结构啊。屏幕下方完整覆盖了铜箔，中框上大面积导热石墨、均热板和散热铜片，主板上的导热石墨、铜箔和散热硅脂
盖板上的大面积散热膜。上次小米10 Pro 的散热措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至尊纪念版大体呢延续了豪华的散热配置。我们实测下看看效果吃鸡直接破解到90赫兹 HDR 模式半小时后呢，正面是40.2摄氏度，背面43.7摄氏度。对比其他游戏机，温度控制呢还是不错的。看来这散热堆料还是有效果的。好了，拆解呢就到这里。整机呢有4种，共24颗螺丝，我们开始让它们归位。这10年间小米创造了很多名言什么探索黑科技唯快不破不服就干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等等等等。不过呢，我最喜欢的一句是 Are you okay？ 是吧？来，一样喜欢的朋友弹幕来波 Are you okay 我们还是正经点我其实最有感触的呢是2014年小米4发布会上的那句话，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科技的乐趣。小米这10年一路虽然起伏波折，但一直脚踏实地的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咱就说这台Redmi 9A 你们想想，今时今日还有哪一个一线品牌在扎扎实实的为了广大基层贫苦百姓做499的手机要么同价品质稀烂要么同质价格翻倍。Redmi 9A 在我看来跟自研芯片一样值得我们鼓励叫好这是一座容易被人忽视的科技高峰不论你生活收入的贫富也不论你手机性能的高低，大家点开的都是一样的微博、微信、知乎一样的抖音、淘宝、京东，一起用这个叫手机的高科技去感受世界的精彩也正是坚持这样的产品价值观，才使得小米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就从0跑进了世界500强。这里借着小米10周年的东风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唯送印记淘宝店的支持我们在 B 站抽1位朋友，送出一台小米10至尊纪念版放心，送的这台呢是新的，我没拆这里我衷心希望铁杆米粉能够中奖只能祝福你们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呢，插播一条广告至尊纪念版的钢化膜和小米10 Pro 是通用的曲面屏目前最好的解决方案呢就是 UV 膜当然这种膜的缺点就是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和运气。你们看我们的评论贴好的都说好这里友情提示一下没贴好的朋友，别急着给差评，联系一下客服，说不定有什么惊喜呢。好了，我是罗宾，我们下期想拆再见我也是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这个唯送印记淘宝店该怎么发展，10年之后要不要进500强到时候也是不是出个至尊纪念版的钢化膜。